赵露思后院起火，粉丝团愤怒停止更新，他们忘记了资本的力量有多大。9月27日0时20分，受到社交平台和工作室加盖认可的赵露思全民后援会通过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暂停更新。文章透露，后援会和工作室一直都是通过粉丝联系，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沟通不顺畅，并给出了暂停更新的2个原因。第一点就是最近备受争议的网剧。几个月来，剧组任由各方信息传播，将赵露思推到台前，无所作为，任由女演员被谣言上演。不过，该机构从未做出明确的决定。这种态度反应只会让女演员承担责任。第二点是，每次出现问题，粉丝俱乐部都努力维护偶像的利益，积极配合一切工作，却得不到有效答复。因此，后援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更新，直至工作室给出相关有效答复。纵观全文，就像一个叛逆的中学生在生父母的气，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不学习，不工作。不过，截至发稿，距离歌迷会发布消息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热搜也出现了，但歌迷们依然没有等到工作室和赵露思本人的回应。我们先来说说争议的起因。前段时间，有消息称商战剧《珠帘玉幕》即将开机，女主角已选定赵露思，男主角则有屈楚萧、邓伟、陈哲远、徐凯等人选。据传，这部剧将会有1个女孩和3个男孩，设定是一场与女主角的商战，剧情与《楚乔传》类似。该剧讲述了初唐采珠姑娘端午凭借敏捷的思维，带领扬州行会名扬珠宝艺术界的故事。预计10月底开始生产。原本屈楚萧的粉丝曾表示不满，但后来有消息称男主角可能会换成刘宇宁。2人此前曾合作过《长歌行》，粉丝认为2人年龄差距太大，演技形象不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女演员不适合她。毕竟赵露思曾与杨洋、吴磊合作过，目前也算是顶级女演员了。但长期以来，粉丝团体和歌迷会基本上无法影响经纪公司和工作决策，赵露思歌迷会也不例外。有网友晒出了对话截图，粉丝还添加了一个名为翟灿东选角的微信账号。一开始双方的沟通还算愉快，结果粉丝吐槽男主角被刘宇宁换了，还要求选角导演给制片人和剧作写剧本。相信为了赚快钱而走捷径，试图复制大众 CP 的快餐剧，只会惨败，并宣布抵制该剧，并要求替换赵露思。然而，当我再次发送消息时，消息已经被对方删除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能说后援团队垮了。首先，后援会未能正确定位自己，高估了自身价值。粉丝对偶像的指手画脚，干涉偶像的事业，是大忌。要知道，粉丝和偶像之间并不是双向关系，而是一厢情愿的支持和追随。谁有权利对偶像提出要求？而且，粉丝团完成的工作和努力确实有贡献，但赵露思的事业不会因为没有你们而停止。而且粉丝俱乐部仅有47.1万粉丝，影响力有限，很难帮助赵露思的事业出圈。这就是赵露思工作室和她本人一直冷漠无反应的根本原因。毕竟，没有你，地球仍将继续旋转。其次，后援会找错了人。他抱怨找不到人跟工作室沟通，但是找到人了怎么办？要知道，赵露思工作室的老板就是赵露思本人，所有的决定都是赵露思的最终决定。你要找的人是工作室的拿薪水工，有什么用？而给选角导演发微信投诉更是幼稚。为了这么大的一部剧，背后一定有实力雄厚的制片方和投资方。男主角和女主角怎么可能是选角导演决定的？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即使选择配角，最终的决定也必须由制片方做出。作为制片人和合作者，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舒服将你的抱怨、唠叨和威胁转达给你的赞助人父亲呢？第三点，歌迷会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表现得像个傻子，忘记了赵露思背后的资本有多么强大。即使没有粉丝的支持，她依然在娱乐圈掀起波澜，也不乏项目。赵露思的经纪公司是银河酷娱乐，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旗下艺人赵露思堪称第一。
其他艺术家如李九霄、刘特等都没有他那么出名。但不要低估这家公司。8大股东中排名第3的北京大宇快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有20%的股份，背后是阿里巴巴，而阿里巴巴控制着优酷、阿里影业、淘票票等影视娱乐公司。有如此错综复杂的资本后盾，赵露思即使没有粉丝的支持，也完全可以在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内进行生产和销售。退一步来说，粉丝不仅没有办法影响工作室的决定，也没有资格左右艺人的选择。赵露思搭档刘宇宁真的不行吗？不必要。而且这样的古代木偶戏还不如电影呢。人气明星赚大钱的机会只有几年，在资本的支持和强制下，行动或不行动或许并不是艺术家能决定的。或者说，赵露思只是想靠演这部剧来赚这个钱吗？杨洋的演技变得油腻了，赵露思的声音也变得温柔了。这5部新剧你能看吗？暑期档电影竞争激烈，电视剧也不甘示弱，题材多种多样。然而，每部剧都有其不足之处，观众对该剧的评价褒贬不一。我的世界的烟花是杨洋、王楚然主演的作品，该剧根据消防员宋妍和急诊医生许勤的爱情故事改编。然而，这种类型的戏剧并不少见，何以沉默、归路都已经拍摄过重逢的情节。不过，与前2部作品相比，我的世界的烟火在逻辑上并不连贯，尤其是女主角的人物表现令人费解。男主杨洋的演技也让观众失望，他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尴尬，他全程以皱眉侧脸展现帅气，这让他感觉更像是在扮演模特而不是消防员。该剧播出后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口碑，演技、人物设定、剧情都受到了观众的诟病，尤其是杨洋的表演被形容为油腻。不过，剧中也不乏亮点，魏大勋饰演的孟宴臣哥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人物形象设计精良，优雅的霸道总裁吸引了很多观众。同时，他自然的演技也让更多人认为他更适合担任男主角。不过，魏大勋只是出演了一个特别角色，真正的主演还是杨洋，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如果魏大勋能够成为男主角，相信没有多少人会选择放弃这部剧。肖战、任敏主演的《玉骨》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多次登上热搜榜，剧迷们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然而，该剧并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存在不少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女主角的出场，任敏的五官显得更短，鼻子更大，再加上剧中的颜值，她的颜值就更低了。古装剧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颜值，男女主角的颜值是观众关注的焦点。肖战饰演的男主角石英不仅颜值没有问题，演技也没有受到太多质疑。然而任敏的形象却很普通，甚至不如其他女配角漂亮。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王楚然都取得了胜利。甚至有观众表示，女主角的出现让人们选择弃剧。除了女主角的问题之外，玉孤妖本身的剧情也平淡无奇，毫无吸引力，节奏缓慢，给人一种很平庸的感觉。许多观众对此提出批评，并认为该剧丑陋。偷偷藏不住由赵露思、陈哲远主演，剧情围绕一个女孩的秘密爱情成真展开。播出后引起很大争议，评论区也出现两极分化。剧中，桑植在初中时认识了哥哥的大学同学段嘉旭，几次见面后，他对他产生了暗恋，一段暗恋之旅开始了。该剧一开始，这位年轻演员的表现就可圈可点。他饰演初中时期的桑植，他的言语和行为都很自然，不需要装可爱，但就是让人觉得很可爱。然而转折之后，赵露思饰演的高中生开始装年轻，言行也显得幼稚。虽然他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名高中生，但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名幼儿园班的学生。赵露思过度装年轻，显得太夸张了。甚至有人认为这部剧是在黑化高中生。陈哲远饰演的男主段嘉旭，表面上把女主当妹妹，却一有机会就靠近她，摸着她的头抱她，自称是哥哥，
还说着恶心的台词，让人觉得油腻和尴尬。男女主角一个扮演油腻的角色，另一个扮演装腔作势的角色，确实很难评价。相比之下，马伯骞饰演的桑延则成为全场的亮点。作为一部古装剧，陈圆理应引起一定的关注，但自开播以来却未能引起太多关注。杨颖和马天宇担任男女主角，两位演员的表演都让人无语。第一个就是马天宇，36岁时他似乎有点不愿意扮演年轻人的角色，他太造作了，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另外，该剧的滤镜效果过重，有时甚至模糊了演员的五官，对观众的视觉体验影响很大，容易让人产生敬而远之的感觉。马天宇的演技也很差，一开始就露出夸张尴尬的表情。作为女主角，杨颖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形象，虽然有粉丝称赞她演技进步，但她在剧中依然频频瞪眼，让人不明白她到底进步在哪里。另外，杨颖的配音与她的形象不太相符，给人一种与剧情脱节的感觉，最好用她原来的声音。从剧情上来说，陈圆非常亮眼，聚焦了所有的反派，尤其是男主，几乎是以反派的身份存在的。他在商店里扮演服务员的时候给顾客下药，剧情中他还假扮成仙进入了师门。由于男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堂堂正正，因此反派设定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样更有趣，但也有人说这样的设定背离了价值观，令人无法接受。长风渡由白敬亭、宋轶主演，一直被传恋情的两位明星自然备受期待。然而这部剧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男女主角之间的友情感不强，真实的情侣演技并没有给观众带来特别好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剧情安排太扑朔迷离，讲述的是不伤之女柳玉如和花花公子顾九思婚前婚后的故事。前几集问题不大，但有些地方情节变得扑朔迷离。比如女主发现男主当众去妓院，就大声宣布要嫁给叶诗安。她和男主叶诗安的关系私下里可以讨论，但是当众吵闹只会引来流言蜚语。明明是古装剧，却给人一种现代剧的感觉。再加上后来的剧情越来越离奇，女主角的性格也变得奇怪。前面说过她极其聪明，但遇到问题时总是需要男主的帮助出谋划策。关键时刻女主智商降低，前后矛盾，不合逻辑。对于长风渡，越来越多的观众退看。大部分观众认为该剧丑陋，收视率各方面都有所下降。总之，暑期档的5部热门剧，让很多人表示全部放弃，没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总的来说，这些剧集令人失望。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精彩的电视剧。